魏宁辉，我操！后一个，他的这个表现，后力，直接把托马斯给闷在了地上。他是中国拳坛最恐怖的重炮手，同时他也是世界拳坛公认老外闻风丧胆的外国克星。世界拳王也好，各个国家精兵强将也罢，只要遇见他，统统被打断肋骨，跪在地上哭爹喊娘，惨叫连连。正是他的存在，导致外国悍将10年没有进犯中国拳坛。此人就是中华第一重炮手小胖魏宁辉。出生于河南周口的魏宁辉，8岁习武18岁，在泰国拳坛崭露头角，仅凭一双恐怖催泪拳闻名于拳坛。而他所打出的拳头就跟装上追踪导弹那般精准且伤害爆炸，不少外国选手都曾被他打断肋骨，遗憾退役。就连腿法著称的泰拳王子波球看到魏宁辉的精彩表现都赞不绝口，更是说出了不敢跟中国魏宁辉拼拳的言论。由此来看，魏宁辉是中国名副其实的老外杀手。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世界拳坛从不缺少英勇无畏的外国强者，首当其冲就是今天的波兰悍将托马兹。托马兹早就听闻了小胖魏宁辉的恐怖凶名，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，今天就算豁出性命也要跟魏宁辉一较高下碰一碰，只要获胜肯定能够让自己在中国拳坛称王称霸，获取更多的比赛奖金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魏宁辉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黑拳套就是中国催泪大师魏宁辉，蓝黑拳套就是波兰悍将托马兹。早在上台之前，托马兹就对记者保证有着100%的信心战胜魏宁辉，因为自己可是拥有14条冠军金腰带，自然托马兹这位实力老将根本不会把魏宁辉这个年轻小将放在眼里。殊不知，正是托马兹的傲慢轻视，今天将付出惨痛代价。勒德斯拉，魏宁辉的争断扫题非常的重，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，而且魏宁辉的中近距离的拳连接性呢非常的强，非常有穿透力。一个大杆直接把托马斯给闷在了地上。第一次的强度，好像看行不行？还行吗？秒杀魏宁辉，中国小胖魏宁辉重回胜利之路，但是更大的意义是 KO 了托马。虽然魏宁辉实力恐怖，但是只用1分钟 KO 对手的情况实属不多见，仅用4拳就将14条金腰带的波兰老将斩于马下。这也代表魏宁辉因为今天的比赛正式挤入世界排名。就这样，魏宁辉很轻松赢下了当晚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第二位奉命出战的就是有着意大利金刚肋骨之称的塞拉。顾名思义，塞拉可是极其顽强抗揍，而他本次来华挑战就是想跟魏宁辉碰一碰，尝试一下催泪拳，看看到底是绝对防御厉害还是绝对进攻更胜一筹，势必要让小胖魏宁辉颜面尽失，丢脸丢到家门口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去看比赛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。一上来看到塞拉呢是先发制人，以高扫地开路，看双方以什么样的这个节奏啊拉开第一回，又是高扫地。魏宁辉这个时候还要伺机而动，因为魏宁辉啊一旦发力啊，必将势不可挡。连续的重击来自于塞拉。魏宁辉的这个主要特征是拳法很重，对，上肢力量非常好，对，大部分情况下是 KO 别人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塞拉对自己的金刚肋骨有着绝对的自信，也不管魏宁辉如何进攻，对于腹部的保护几乎很少。不过魏宁辉可不单单会催泪拳那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，人体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头部。如果塞拉放松警惕，头部受到重创，那肯定会出现被 KO 的结局。至此，魏宁辉的进攻目标也由腹部转变为头部。这场比赛，魏宁辉啊还是不慌不忙显示出来一个大将风范。那这个节奏有点像泰拳的节奏。你别看这个意大利的塞拉，那个接腿摔很流畅的接腿摔。他踢着鸡腿之后，魏宁辉不出动作，他反而害怕了。你要出动作还好弄，他到底我出的我就是扫地动，为什么你不出动作呢？塞拉还是太小看了魏宁辉的抓反击能力。本想出腿试探的塞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魏宁辉打出连续组合拳衔接低扫，瞬间塞拉因为重心问题瘫倒在地上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不说，还特别具有穿透力。塞拉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，只能短暂休息之后艰难起身继续应战。下了，重击了，真的重击了，又是一个前排，魏宁辉再有第二次，魏宁辉高四啊，用这种暴风骤雨般的这种魏宁辉知道这机会。刚才塞拉是措手不及，再一次的
这是招牌的杀手锏，你看看，他主要是靠前手的这个前摆拳跟前手摆拳，对，左手力量很大。你看没有？又来击鼓，又来了，看没有？连的击鼓，上攻。漂亮！被逼到擂台角落的塞拉正在遭受魏宁辉的重拳轰炸，一拳又一拳都能精准无误命中塞拉的头部与肋骨。塞拉也努力发挥自己的抗揍体质，拖延比赛时间。魏宁辉的催泪拳并不能将塞拉击倒读秒，比赛马上结束。如果这回合没有击溃对手，那来到第二回合谁胜谁负还真说不定。多次的头部还有肋部受到重击的塞拉，现在是急于防守。现在魏宁辉他主要靠左右摆拳，他不是直拳，前后手的直拳不是这样。你看，对，是吧？就靠了。而且魏宁辉这个击球，这个击鼓也有击头，对，是的，很难防守。比赛一边倒了，现在。对。这样近距离的话，他像打沙袋一样打，一般都扛不住。对，这倒计时。看来意大利的塞拉要扛过来了，这回要扛过来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1分钟的休息调整已经让塞拉充满了自信。这家伙开始认为自己的肋骨完全能够承受一切重拳伤害，甚至主动跟魏宁辉拼拳换脚。殊不知魏宁辉在首回合只是使出了6成功力，只要魏宁辉火力全开，绝对能让塞拉吃不了兜着走。打破特别是泰拳手的这种固有的节奏。刚才还说的有点慢，突然就是暴风骤雨的打击。对，是的，太精彩了。漂亮，接连的又是击头和击主连续的进攻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意大利的塞拉，他对他的这种招法的进攻线他已经知道了。塞拉的这种防止反击反扑的这种欲望还是非常强的。31岁的泰拳老将塞拉，大家想还以颜色。长时间挨揍的塞拉也开始注重肋骨的保护，毕竟骨头可不是石头那般坚硬无法击溃。正是塞拉放低报价的同时，魏宁辉趁机打出一拳，命中塞拉的下巴，将其击倒。这突如其来的一拳实在太狠了，塞拉根本想不到魏宁辉拥有如此恐怖的针对性打法。这时候我就说，魏宁辉除了出拳之后，你也要加强你的腿法的进攻，这种交叉进攻他就受不了了。对，你这样交叉进攻就好了。塞拉再一次面对这个魏宁辉，看到了对吧？这将第2次读秒。他没事，他能站起来，还能继续打。这个杜巴以后会在本局扣掉2个点，非常的精彩。魏宁辉的拳手摆拳真的是杀手。会乘胜追击，这个时候塞拉不住了，他已经发软，比赛会结束。比赛结束，为了保护他结束。哇！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魏宁辉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魏宁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